Obsidian 在3月29日推出了 V1.2 的更新，这一个更新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心外挂书签，它可以取代原来的最爱收藏，也就是 Star 的这一个核心外挂。在这一支影片里面，主要就是来介绍这一个新的书签外挂，同时在针对 V1.2 增加的其他功能做一些介绍。V1.2 目前只是 Insider 的版本，如果你不是 Insider 的话， V1.2 这一个版本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正式的推出。以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书签核心外挂的功能。书签外挂主要是可以来取代最爱收藏这个外挂，它可以把笔记还有笔记的标题，还有搜寻的结果以及资料夹都可以存入书签。这个书签的概念其实就是类似浏览器的书签的这一个功能。它除了可以把这些笔记标题这些内容给存入标签以外，也可以让我们建立书签的群组，也就是类似浏览器里面的资料夹的概念，可以将书签分门别类，分别建立不同的群组来存放它。在这个书签的窗格里面，它上面就是有一个新增书签跟新增书签群组的按钮。那新增完以后的样子就会类似这样，是可以用收合跟展开的方法来呈现某个群组里面的书签的。在书签的开头图示就可以看出它是属于哪一类的书签。比如说这一个就是一般性的书签，前面加一个 H 的，它就会是带有标题的书签。这个是资料夹的书签，它会直接在档案浏览器里面直接跳到资料夹的位置里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书签要怎么来操作。加入了书签管理的笔记，它在右上角这边呢就会出现书签的图示。那这个图示是可以操作的，如果我们点击了以后，它就会出现编辑书签的对话窗，在这边就可以去变更它的标题。想要把这个书签移除掉的话，就是点击左下角的这个 remove， 这个就是在右上角这个书签的操作的图示。要把一个笔记加入书签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点击右上角的更多选项选单，点击更多选项里面的 bookmark 以后，就会弹出编辑的对话窗。那另外呢，就是使用 Ctrl P 输入 bookmark， 找到 bookmark 的命令，从这个命令呢做加入的动作。如果你经常需要操作加入书签的动作的话，那当然是指派一个快捷键给它，然后直接点击快捷键来操作，这个会是更快的方法。怎么把标题储存成书签？就是将游标停留在某个标题上面，再点击右键功能表，在右键功能表里面就会有 bookmark this heading， 就可以把标题储存成书签的格式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新增书签的样子。在 group 这边就可以去选择你要储存到哪一个群组。假设我们就要储存到 Obsidian 这个群组，选择完毕以后点击储存，就完成这个操作了。就可以在左边的这个群组里面看到新增了这一个标题进来了。这个是储存标题的方法。搜寻结果要把它储存成书签，它的操作也是很简单，只要进入搜寻，然后输入要搜寻的条件，我要找出标签是 Filmora 的内容。它在搜寻完以后就会出现内容，接着在结果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，里面就有一个 bookmark， 就可以把它给储存到标签里面，再更换它的群组改成 workspace， 然后按储存，再回到书签这里就可以看到 workspace 里面就会增加了刚刚的这一个搜寻，这个搜寻就会被储存在 workspace 的群组里面了。这个是把搜寻结果储存成书签的方法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目前开启中的所有的分页也可以把它储存成书签。右上角的 V 的符号这里点击一下，里面就有一个 bookmark， 点击了以后它就会显示出新增书签的画面。要把它储存到哪一个群组？那如果没有输入群组的话，它就会是放在第一层的根目录里面。现在试一下放在根目录，点击储存，它就会存放在根目录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书签的操作方法。V1.2 的搜寻也做了一些增强的功能，可以看一下搜寻这个面板，在这个面板上面的上方这里多了一些选项，可以针对要搜寻的状态做一些勾选的处理。刚刚讲过了，这个搜寻结果是可以把它储存到书签，你也可以把它复制起来。这个搜寻的结果也有排序的方法，这个是搜寻增加的功能。
那第3个增强的功能是热键的设定，快捷键这里多了一些搜寻的功能，可以做一个过滤，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的内容来做过滤。比如说你自己变更的快捷键可以用 assign 的百密把它给过滤出来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有变更过的一些内容。现在除了命令本身的文字可以做搜寻以外，也可以用按键的方法来做搜寻。比如说你要看一下 Ctrl B， 现在它的设定是什么？就是点击刚刚的这个按键的图示，然后再点击要搜寻的按键。现在我按下 Ctrl B， 它就会把 Ctrl B 这个快捷键给显示出来。可以说它要找到特定的某个快捷键的方法比以前方便很多。那这个是有关于快捷键的一个新增。还有它也增加了一个设定，可以指定是不是要在背景开启新的分页。如果没有做这个设定的话，它预设就是你点击了某一个笔记，它开启起来立即会把游标的焦点移入新开的笔记里面。可以透过这个设定把它改成不立即移动这个焦点，那就是在编辑器的 Always Focus New Tabs 可以把它关闭。我们现在把它给关闭，然后再点击另外新的一篇，这一个焦点还是在目前你的档案浏览器这边，它并没有移动到这个新的分页这里来。那你要自己来页签这里点击一下，它才会移动到新开的分页里面。那这个就是新加的在背景开启新分页的设定的方法。更新到 V1.2 以后，目前已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外挂叫做 Obsidian Quick Control， 这个外挂就没办法使用了。那如果你有在使用 Quick Control 外挂的话，目前 V1.2 还没有办法正常的跟大家可以做完整的整合。完整的更新的说明，各位可以到它的论坛里面去看。今天介绍的就是 V1.2 增强的功能，希望对大家在使用新版 V1.2 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。如果你觉得我的教学对你的使用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谢谢各位。